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展示一下诊断口到底是怎么用的。大家都知道，咱们汽车很多有这个 OBD 的自诊断接口啊。那么我们呢，这个诊断口呢是和这个充电宝里面的电池管理的这么一个电路板相连。那么通过相应的通信接口和咱们外部的计算机呢取得一个通信，就和汽车的 OBD 诊断口是一样的。然后我们呢可以通过这个口呢来观测现在这个电池处的一个状态，和同时呢对这个电池的运行的历史数据我们进行评估和分析，从而呢就是得到这样一个电池的一个运行的一个参数吧。就好像说，如果电池运行异常的话，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电池诊断口上面读到一些异常的数据。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对电池的这个运行数据进行设定，包括我们的一些低温电池的一些设定啊，比如说在多少度的时候我们开始禁止电池的充电，我们都是可以用软件来设定的。这其实也是我们一直在提倡的，叫软件定义能源管理的一部分。当然，这个是用在电池管理上面，我们用在其他的管理上面，我们还是有这个软件的一个设定哈。所以说，所有东西都是可以用软件来设定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让何工来给我们展示一下哈，咱们这个是怎么样连接的。首先是把这个接口啊，这是我们电脑一个接口，当然这是维护的，这个口子是用了很久了哈，插上去，因为咱们这种接口呢，它是用2根线来构成的，是用在这个工业现场和汽车上用的很多的一种我们叫总线啊，这2根线里面包含了很多信息啊，然后这样是一种专用的通信接口呢，就通过这个口呢连接到电脑，通过电脑的相应的软件端口呢，我们就可以连接到这个电脑上直接读取数据了啊。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个电池是刚才放电完成的啊，然后把充电器插上去看一下，它是可以观察实时的这个电池的数据啊。我们来看一下哈，你看这里就显示充电电流了，看到了吗？咱们这个实时观测到电池的数据。当然这个技术呢，咱们不但是可以看到电池的这个实时数据哈，你看是不是电池电压也在逐步的在抬升啊？这个电池就进入了一个充电的状态。同时呢，我们还可以观测到电池的一些更多的信息啊，包括一些报警的信息啊，包括一些这个它，比如说我们在低温充电的时候，你看到没有？咱们的启动温度、停止温度，这个是静止加热的哈，咱们这款，对吧？同时它的一些均衡啊，各种各样的参数设定都在这里面。所以说呢，它是一个综合功能的这么一个装置，主要是用来呢对我们的这个电池呢进行叫做诊断。和我们这个行话叫诊定哈，就是它到底跑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可以修改它的一些参数，让它更符合我们当前的工作状态。而这一切的修改呢，我们都是用软件来完成的。所以这个呢是诊断口的意义。有了诊断口以后呢，我们就能够更方便的去掌握电池的运行状态。当然这个是就是工程师啊，或者是我们在检修的时候，当你的电池用了几年以后，很多数据我们可以通过诊断口来获取，来得到这个电池运行的一些历史数据，来分析这个电池的健康状态，它是不是还适合继续使用？如果继续使用的话呢，会不会带来一些相应的一些潜在风险啊？都可以通过这个数据来得到啊。那么关于这个诊断口呢，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啊。有什么大家想知道的更多的欢迎打在评论区，我们会专门的跟大家就是进行互动哈。那这一期到这里哈，谢谢大家，再见。大家好，这里是毛娃房车，今天我们来讲一下我们这个充电宝的一些设计理念和我们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外扩的功能哈。那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咱们这个都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有快速的接口哈，这个快速充电口。这个快速充电口呢，其实它这个内部是直接通过咱们电池管理的这个电路板连接到电池组的，或者你可以理解成就是可以进出电池组的这么一个大电流接插件。那么电流有多大呢？我们用的是一个120安核定电流的安德森插头，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连续电流可以达到120安。那么当我们这个电池的电压在12.8伏的时候，大概这个插头可以支撑的功率是1500瓦。那么这1500瓦我们可以怎么用又意味着什么？那么这个呢，我们为什么会设计这个东西？我会在这个后面呢慢慢跟大家去分享。首先呢，这个插头这么一个板块，我们要说一个问题你看咱们现在市面上很多移动电源是吧，它没有设计这个插头。那么其实可能出于很多原因因为
要设计这个插头，咱们电流进出都是大电流的话，对这个电池管理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就是咱们这个器件的成本会比较高。但是呢，咱们付出了这个高的成本啊，总要给大家带来一些好处吧。那我今天讲一下，咱们这个地方如果做成这个样子，分别可以做哪些好处啊？那么第一个呢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也知道，我昨天经常跟大家在讲一个东西，就是叫冗余，是吧？冗余什么概念？就是咱们所有的汽车都有备胎吧，或者叫绝大部分的车，是吧？都有备胎。咱们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咱们经常听到 A 计划、B 计划。那么我们这个接口呢，其实就是给咱们大家做备用用的。跟大家举个例子吧，因为咱们这个移动电源里面呢是由电池、逆变器还有很多其他的部分构成的啊。那么比如说咱们在旅行的时候，我们这个逆变器啊还是有一定的故障概率的。比如说在若干年，比如说2、3年，或者是你正在旅游的时候吧，咱们这个还在保修期哈。那么这个逆变器出现了故障，那么你临时要想用，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实际上可以用一个逆变器，直接通过这个安德森接头啊，我们就可以插到这上面，就可以对这个电池进行取电，是吧？所以说我就不需要去维修这个电池，我可以立马的得到一个应急的使用啊，因为我们这个接口它可以连续支撑1500瓦的功率，所以这个功率是很足的，也足够你做饭啊，足够你做很多东西。当然了，除了可以接逆变器提供你应急使用以外呢，还可以干嘛呢？比如说叫应急启动车辆。比如这次陆小万在西藏的路上就遇到了，他的整个车前车的这个整个电瓶耗尽了，那么我们是可以用这个接口来搭电的，因为这个电流连续120安，短时电流可以达到500-600安啊，足够启动一般的车辆，没有问题。所以这个呢也可以为我们的这个车辆应急急救得到一个好处啊。让我们下期再见。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毛娃房车。今天是中秋佳节，祝大家阖家欢乐，中秋节快乐。今天我们就用我们新款的一个3度电铝制的，我们来测试一下，来做饺子吃。中秋佳节嘛，吃一个饺子团圆。看我们4个人吃饺子的话，会使用多少的一个电量？因为昨天我们使用过这款电池，电量现在是60%，因为昨天用掉40%，我们今天就用这60%的一个电来煮饺子，到最后我们会剩下多少电？这个用电器已经在工作了。这是一个800瓦的一个用电器，一个小锅。我们新款的一个移动电源要比我们之前蓝色的是要轻4公斤，差不多8斤左右。外观也有所不同，颜色也和之前是不一样，之前是蓝色的。使用说明书就是在这个位置，就大家买到之后用微信扫描这个2维码，可以看到我们具体的这个3度电是如何使用的。现在水已经烧开了，我们来下饺子。我们来看一下，从冷水到开水，我们下了饺子之后，电源使用还剩了多少？现在还剩57%，用掉了3%。待会儿看一下饺子煮熟之后还剩余多少。现在我们饺子已经开了一道了，我再加了冷水是吧？然后它再多煮一会儿。然后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3度电的一个用电的一个输出。第一个这个12伏的就是一个那个点烟器，这个是没有开关的，就是说插上点烟器都可以直接使用。这个是一个 USB， 就是可以直接充手机的。旁边有个开关，看一下旁边的灯亮了之后它才有电。我再看一下有没有电了，这时候要就是开一下这个开关。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安德森的一个插口，就是说我们有一个70安的充电机，通过它插电充电。还有一个就是说行车也是用这个安德森给它插上去充电。这个就是一个那个应急灯嘛，应急电源啊。如果是在户外晚上的话，就不担心说看不见，如何使用。这2个就是一个我们的一个维护口和一个通讯口，就是我们用来检测那个充电宝就是内部电池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就是一个逆变器的开关，逆变器是2000瓦的嘛，长时间带的话1600瓦左右就可以。我开了逆变器过后，下面的220就可以直接使用。就是换一句话来说，就是要使用下面这个2个220伏的话，就是要开我们逆变就可以使用了。哎，对对。我不要220的时候，我还是把逆变器关掉，因为它自身还是有
有那个损耗的。这个就是说太阳能充电的一个接口，有那种便携式软板，就可以通过它这个充电宝充电。但是它是一个慢充的啊，只对，有它的那10安的一个电流。太阳能板的话，我们一般建议是200瓦左右，200瓦以内给它充电。给它充电，就整个就是我们移动电源接口的一个说明。我们饺子已经煮熟了，我们来看一下，一共用掉多少？一共用掉8%的一个电，就把饺子煮熟了，是一个800瓦的一个用电器的功耗。大家中秋节快乐，干杯！